Hello， 大家好。现在我们裁剪的是第3款0度的三角线条，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A 线。那在这款发型当中，我们去裁剪的时候要注意一些我们的切口以及我们的划分。好，现在我们开始裁剪。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头模打湿以后呢，保证我们的头位是一个与地面水平的一个位置，保证我们的底座左右和前后都是与地面水平的。现在我们把头发梳好以后呢，找到我们头旋的位置，去分割连接到我们的耳点与耳后点基准点的位置，进行去分出我们的前后发。找到我们头旋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耳点与耳后点的基准点，我们把它分好，确定一下我们左右两边的一个位置是否是同一个点位。好，现在我们分好以后呢，将我们的前发给它夹起来。我们还是先从后发开始裁剪。在我们剪方圆三角所有 A 的0度的线条进行裁剪的时候呢，所有头发在后区它的裁剪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判断方圆三角所有的形状的时候，在0度的时候，它的后部区、枕骨区、后部区所有头发都是水平的一个线条。当我们看到左右两侧的时候，我就能分辨出来它的形状，也就是侧区从后区过来，侧区水平面的时候是0度的方形，侧区前高后低斜向后的时候就是圆形，侧区前低后高斜向前就是三角形。所以呢，我们都是以前侧去决定我们的方圆三角。好，现在我们从后区中轴线分开，开始分出我们的左右两边进行去裁剪。好，中轴线分出来，平衡我们左右两边的发量。然后呢，在我们的枕骨区以下，同样还是分1公分到1.5公分的一个宽度的发片。所有的发片呢都是斜向前是一个拱桥的划分线，来确定我们后区在枕骨区以下自然垂落达到0度。好。在剪0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参照面和我们的梳头发的一个梳位。现在在后区，我们确定一下头发的长度确定好长度以后，我们开始梳到自然垂落，梳子摆成与地面水平，开始进行裁剪。先从中间剪出一条方的线条，好，继续的往两侧去延伸。在这里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剪真人的时候呢，脖颈这里有一些张力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些压力让它更加服帖，进行去裁剪。继续的弧线。这里注意我们的头位不需要低头，头位所有都是水平向前，保证我们所有头发在自然垂落的时候达到外线，梳子保持与地面是一个水平的状态。好，继续的梳理，将我们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呢，转至我们转角线以内进行去裁剪，将我们这条水平的线条呢直线的延长。所以呢，再去梳的时候看好头发自然垂落的位置，梳下来以后转至我们后部的面进行去参照。在我们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从先剪我们的右侧，再剪我们的左侧，因为在我们剪头发的时候，我们的左侧的梳子不容易往下压，所以我们经常会将我们的左侧头发剪短。所以在去剪这一刀剪了以后呢，我们参照这片头发再去剪这片的时候呢，略微的压低一点我们的手位，
那我们也可以呢剪2遍，也就是第一片头发我们可以略微放长一点，然后再去参照我们的右侧头发的长度，再次将左侧头发剪短。然后这样子的话，长时间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好，我们继续给它夹起来。在枕骨区下面，我们都是分了拱桥的划分线，在枕骨区上面的时候，我们的划分线就逐渐的变成水平，所以大家能看到我这片的划分线已经接近于水平的划分线了。好，自然垂落还是0度裁剪。那我们去剪这个0度方的切口的时候呢，注意我们的剪切口不要剪得太宽。当我们去梳理这个头发的时候，如果我们剪得太宽的话，我们的切口也不容易控制的标准。好，我们继续的0度把它剪掉，转至我们的后部面。在剪我们左侧的时候，注意我们要略微的压一点点梳子，因为我们的手位的问题，我们的左侧容易剪短。好，这一片是枕骨区，那我们这片的划分线呢，就已经变成了水平的划分线。这一片也是我们整个后部区最宽的一片头发，所以在这里控制发片的时候呢，也会对我们的剪切口增加一些难度。好，继续的梳下来，从中间开始梳到自然垂落，0度将切口延长，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在这边剪完以后，我们能看到，站在我们后部面进行去观察的时候，头发落位下来，两边头发就会容易出现一个偏拱桥的一个切口，两边头发有在延长，因为我们的这个后部的参照面已经变得很大了，它的位置是在我们的耳后点与耳点的基准点进行去划分的，所以呢，有一些是我们侧部的头发它垂落过来的。然后我们以后区头发作为参照的时候呢，我们两侧转角以外的头发就会放长。好，我们继续的这个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0度，在这里一定要梳下来的时候呢，不要给头发过于的施加压力让它自然的垂落进行去裁剪。好，继续的梳到自然垂落，转至我们的后部方进行裁剪。在我们枕骨区以上，所有的头发它的自然垂落方向呢有所改变了。我们能看到头发有的落在我们的左边，有的落在我们的右边，所以我们去剪切的时候呢，要把它落在它自己垂落的位置进行去裁剪。也就是我们去梳理的时候呢，要看好它的发根毛流走向它如果说走在我们的左侧，那我们就梳在左侧；走在我们的右侧呢，我们就梳在它的右侧。每一片都要看好我们的引导线。这里剪切完以后，我们的切口呢，它是在一个水平面的，所以呢，越往上我们的去控制的时候它也会加大我们的这个控制难度。虽然发片变窄了，但是呢，头发的一个梳理需要我们的仔细的观察。
好，最后一片。最后一片呢，它是一个呈三角状的发片了，所以我们去梳的时候呢，要多梳几次，要看好头发的一个自然落位。比如说它落在我们的右侧，我们就梳在右侧；落在左侧，我们就梳在左侧；落在中间，我们就梳在中间。那中间与左侧的时候呢，在这里；中间与右侧的时候，在这里。好，我们将所有的发根都给它梳好以后，现在我们下梳的时候，不要再从发根开始下梳了，我们从发干的地方开始，把它梳到自然垂落。看好我们的引导线，进行去剪切。那如果我们的头旋在这一块有一些张力，或者是它长的位置不是很标准，有一些翘起来呀，特殊情况，那我们可以呢将最后这一片吹干自然吹干以后，再去看它头发的落点，然后再去剪掉。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外线在最后一片就容易剪缺掉。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最后一片的剪切。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后区的头发剪完以后呢，从后面往前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条中间短、两边长的一个拱桥的一个水平面。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后区的头发剪完以后呢，我们把它转到我们的侧部面。现在我们就能看到这里有一条微微的斜向前的一条切口。现在我们按照这个后区的切口呢，进行去裁剪我们的前发。好。那在剪的时候呢，我们要先中轴线分开。那这个点位呢，是从我们的顶点到我们的中心点的位置，将这条头发呢分出我们的左右两边。这边的头发呢，我们剪的是三角，所以我们的切口呢是一个斜向前的流向向前走的一个切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划分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斜向前的划分线。好，现在呢，找到我们的发际线，发际线往上2厘米的位置，斜向前进行去划分。再去训练的时候呢，不只是训练我们对发片的控制，对我们的手位和划分都有到练习到。所以我们去分的时候呢，永远记住是宽齿梳分发片，密齿梳带发片。好，现在在这梳下来以后，在我们耳朵正上方这片头发去梳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耳朵这个地方的张力它在这个地方的发际线的高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的发量也会相对的少一点。当我们头发受到我们耳朵这个地方的支撑的时候呢，头发会变短。所以在梳我们耳上这片头发的时候，一定要释放头发的张力。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这里的头发呢略微的压一下，使它剪完以后呢不会短上去。好，梳好以后呢，看到我们后区的导线，现在我们的梳子呢摆成一个斜向前的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可以平行于我们的划分线进行去控制。再去剪切的时候呢，我们越往前的时候呢，越要更加的注意我们的切口，因为我们前面都是发际线的位置。当我们头发遇到发际线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脸上的一些颧骨还有一些问题，会导致我们前发会变短。所以我们再去剪的时候呢，要不停的逐渐的往下压低我们的切口，保证我们头发在剪切完以后呢不会回弹。好，继续的向上去延伸我们的划分线。好，继续的梳下来，梳到自然垂落。注意我们后区头发的导线，继续的压低我们的后发。梳到自然垂落，找到后区的引导线，依然还是水平面的剪切，所以我们剪过来的时候，每一片都要注意我们头发的引导线的位置啊。在剪我们前发所有的发际线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刀剪完的，注意我们的头发也不要往后带，我们要梳下来，梳到自然垂落的位置，用手位去压低我们的切口，
保证我们剪完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不会缺角。注意去梳理的时候不要往后去带。有一些头发在我们的顶区以上，它落在我们的后面，那我们就在后面把它剪掉。如果它落在侧面，我们就在侧面把它剪掉。那落在我们前面的头发呢，我们把这边的发片呢带至我们侧面，进行去剪切。最后一片。好，现在我们剪另一侧。注意我们再去剪切的时候呢，头位、手位、头发的湿度都会影响我们最后的结果。好，我们把这里头发所有的梳到自然垂落，还是沿着我们发际线往上2公分啊，找到我们的位置，斜向前进行划分。在第一片头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略微的呢厚一点点，因为在这个地方发片的这个张力比较大。如果我们分得太薄的话呢，受到一些支撑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容易去辨别我们的引导线。好，梳下来。注意我们第一片进行去剪切的时候呢，耳上的一个张力的问题，压低我们前面的一个切口。好，继续的。继续的斜向前。斜向前的划分线，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好，找到我们后面的引导线，进行向前去延伸。外侧的这个发际线头发呢，最后再去剪切的时候要压低。三角在我们的所有线条里面是比较好控制的。在梳到上面的时候呢，要看一下我们头发的自然垂落的位置，啊，它落在侧区的话，我们就把它梳在我们的侧区。好，梳完以后呢，从发干下梳走。
好，我们把它吹干完以后呢，能看到在没有修饰完的时候呢，所有的外线有些毛躁。那外线它分为2层，一层是表面的，一层是里面的。所以我们把它吹干、吹顺以后呢，去把它表面的这些毛躁的头发呢，给它做一些修饰。再去切的时候呢，我们先做表面一层，把这些毛躁的外线去掉以后呢，我们再去做里面的这些头发。那再去切3角外线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后区的头发先点掉一点，因为后区它是属于水平线。那前面的头发我们再去剪的呢，就是由高到低向前去走就可以了。好，我们再去剪的时候呢，先去剪它的外线，再去剪它的内线。那当我们2条线条都剪切的比较干净的时候呢，这个头发的质感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我们要把里面和外面的头发呢，比较毛躁的或者是不听话的这些头发呢，全部给它剪完。当我们在剪完以后，我们能看到这里的头发呢，它的流向是向前去走的，特别是我们在低头的时候呢，头发会有向前包裹的状态。那接下来3款线条我们就剪完了，方圆三角的0度裁剪，给我们体现的是头发的外线以及头发在静态去自然垂落下来的时候它的一个形体。那接下来我们会更新 B 技术的裁剪，那 B 技术里面也会有方圆三角，在剪堆积的时候呢，大家去观察它的变化。